开车出门却总是找不到停车位，到底是台湾的车位太少，还是车子太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停车怎么这么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之前我们写过一集违停的问题哦，讨论台湾违规停车的现象为什么这么的严重，而其中有稍微的提到台湾停车位不足的状况。有开车、骑车上路的大家可能有感受过，停车位真的好难找，有的时候在路上绕了好几圈都没有位置停。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停车格停车场真的太少了，但也有人觉得这是政府常年来都没有在管制汽机车的数量的结果，才会让车位这么的难抢。今天这集是我们会员投票一起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来聊聊台湾停车位供需失衡的状况有多么的严重，有可能仿效国外的做法解决台湾的停车问题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从数据来看台湾的停车位似乎真的供需失衡了。以人口数最多的双北为例，台北加新北的机车数量高达了300多万，但合法的停车格却只有80万左右而已，相当于4台机车要抢1个位置。而以汽车挂牌数最高的台中市来看呢，小客车的数量大约是100万辆，但是合法的停车格却只有10万个左右，等于是10台车抢1个车位。而至于高雄台南、桃园的状况呢，其实也都差不多，基本上车位的数量都不到车辆数的一半。很多人觉得问题在于呢，台湾的合法停车格真的太少了。不少人抱怨台湾人口稠密的商业区、住宅区很多都没有新建足够的停车场，导致停车位不足，违规停车变成常态。政府的当务之急呢，应该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增设立体地下停车场，来满足大量的停车需求。而另外，路边停车格周转率不佳，也是一个严重的停车问题。一些民众长期占用免费的停车位，让其他人没有位置停。政府需要扩大落实路边停车格收费政策，才能够增加周转率，保障每个人停车的权利。还有些人则是认为台湾整体的都市规划需要打掉重来，很多路段腐烂的划设红线，造成主要道路次要道路都没有位置停，停车的空间非常的破碎。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落实道路分级，重新审视各路段的停车状况，还给驾驶合理的停车空间。但是呢，有些人担心以上这些方法有的成本太高，有的帮助不大，而且就算新增了超多的停车位，有可能还是不够。有专家指出就算停车位的数量跟汽机车一样多了，大家其实还是会觉得停车位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有车的人来说呢，在家需要一个车位，出外工作需要一个车位，外出采买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车位。而在这样子的用车模式之下，有专家认为平均一辆车呢至少需要4个停车位才能够充分的满足停车需求。换句话说，如果要让大家觉得车子很好停的话，可能要增设几百万个车位，大家才会真的有感。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之下，这非常的难达成。一方面建设的速度没有办法这么的快，而另外一方面城市里面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做停车空间的规划。而且根据国外的研究，停车场的停车格可能有 70% 的时间是闲置的，这也代表如果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停车场，会是很大的空间浪费。因此有的人认为增加停车格能够提供的帮助有限，或许该解决的问题是台湾的汽机车太多了。
台湾的汽机车数量非常的惊人，去年台湾的机动车辆登记总数创下了新高，达到2284万，其中自小客车大约有700万辆，机车大约有1400万辆，平均下来呢，全台湾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机车。车子这么多，很多人觉得是政府这么多年来疏于管理的结果。过去的20年间呢，台湾的人口只增加了100万人，但汽机车却增加了800万辆，而这样子的状况呢，让马路变得越来越拥挤，也让大家越来越难抢停车位。有的人认为台湾应该要对汽机车进行严格的总量管制，而新加坡的做法或许可以参考。新加坡是全球人口密度第2高的国家，他们很久以前呢就意识到，如果不对车辆管理的话呢，很可能会让道路过度的拥塞，还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因此，30年前呢，新加坡就推行了拥车证的制度，只有拿到拥车证的国民才有买车跟用车的权利。他们的交通部门呢会依照前一年度的汽机车总量，决定每个月拥车证拍卖的数量，借此来控制车辆总数。而且拥车证价格呢交给市场来决定，一张拥车证呢破100万台币是常有的事情。再加上买车还有高昂的税金要支付，想要在新加坡拥有一辆普通的小型车呢，可能就要花台币300万以上，花费非常的高昂。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新加坡的平均收入呢在亚洲名列前茅，也只有大约1成左右的人拥有私家车。而在政府的严厉监管之下，新加坡车辆的增长率还是稳定的逐年下修，最近4年呢更是达到零增长的目标。很多人说，如果台湾早点学新加坡，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几乎人人都有车，马路变得这么的失控。另外，还有很多人提到，日本的车库法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方法。所谓的车库法是一部关于停车相关法律的简称，它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有车位才能够买车子，避免大家买完了车才在抢停车位，或是把马路当成自己的车库。车库法要求，在日本买车之前呢，你要去当地的警察局申请停车车位证明书，证明你已经买到车位或是租到车位了。警察也会实际场勘，确认你的停车位没有问题。而且这个停车地点呢，跟你住宅距离不能够超过2公里，避免有人故意买偏远便宜的车位，却根本没有在停。车库法实施到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除了让占用停车位还有违规停车的状况大幅的降低，也一定程度的增加了日本民众购车门槛，间接的减少了马路上面汽机车数量。不少的网友觉得，如果台湾也能够仿效日本推行车库法，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明明没有车位还硬要买车了。但是呢，以上提到案例在台湾似乎都不好推行。以总量管制来说，政府10多年前就曾经讨论过类似的议题，但最后没有什么下文。有的网友指出，如果要仿效新加坡的做法，光是买车成本可能会大幅提高，这件事情恐怕就会引起大量民众的反弹。而至于车库法的话呢，可能也很难推行。日本在实施车库法之外也有透过多部的法律建置合理的停车空间。居民们如果真的想要买车位，是有很多选择的。而这个部分呢，台湾就相对不足许多。而且日本对于违规停车取缔非常严格，也让人们愿意遵守法律，先买车位再买车。很多人担心台湾现在车位这么少，取缔也这么松，如果直接推车库法，问题会更多。一方面大家恐怕会用各种方式钻法律的漏洞；一方面呢，这个停车位的价格也可能会大幅的飙升，甚至进一步的推升房价，这些都是需要考量到的影响。总体来说呢，到底要不要在台湾推行类似车库法的规定，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分歧。那么，有的人觉得以上的讨论呢，其实都还是聚焦在车子太多或是车位太少的问题，或许加强公共运输才是最终的解方。跟我们的附近的国家比起来台湾人真的很少搭大众运输工具。根据几年前的统计，新加坡的公共运输市占率高达了 88%， 东京 87%， 首尔 69%。而至于我们交通建设最完善的台北，只有 40% 左右，不到新加坡的一半。而整个台湾的公共运输市占率甚至只有 14% 而已。许多专家表示改善公共运输才能够吸引人们放弃私人运具，舒缓马路上面的压力。改善方式除了推行公车轻轨捷运系统之外，健全行人、自行车的用路环境也很重要。毕竟使用公共运输时，一定会有一小段路需要走路或是骑脚踏车才能够抵达目的地。但是在台湾，很多路段根本没有人行道，也没有自行车道，走起来危险又痛苦，非常不友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台湾人觉得开车骑车出门轻松很多，宁愿多花点油钱，也不想要搭公共运输。
只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很难。现在就算只是要建制人行道，都不一定能够成功了。想要大幅的改善公共运输使用率，我们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台湾停车问题简单的整理。那当然，关于这个主题还有一些面向可以探讨，像是有人觉得加州太好搞，也会让汽机车数量增加等等。如果有什么想法，都欢迎补充在留言区，跟大家一起讨论哦。在进入观点以前，我想要先特别的感谢志祺的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那回到这集呢，我们回去翻资料发现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已经吵好几十年了，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过去政府的做法比较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抗议停车位不足就在哪边盖停车场。而这个方法呢，确实能够舒缓短期的停车需求，但我们担心的是，长期来看，这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在台湾有一部分的人搭乘公共运输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停车位不好找、很麻烦，所以才选择不自己开车。那如果只是一直增加停车位，或许呢反而会增加大家开车上路的诱因。那越多人开车出门，大家的停车需求也会更大，到时候恐怕又需要盖更多的停车场，陷入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所以如果没有搭配其他的改善方式的话呢，台湾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够脱离停车地狱。那么今天呢，就想来问大家，你认为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解决台湾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呢？汽机车数量真的太失控了，先从总量管制下手。B 还是希望可以有类似车库法的规定，有车位的人才能够买车。C 全面落实路边停车格收费，提高停车格的周转率。D 当务之急还是多盖停车场，多画停车格比较迫切一点点。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台湾的停车问题。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到违规停车以及行人地狱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皮亚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祺，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啊！他们